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有风。今天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酷的方法，让你不用亲自拍视频，也不用找视频素材，快速制作出像电影感的一些视频。而且的话，整个过程的话只需要几分钟。方法的话比较适合做一些旅游类的一些视频。之前也告诉过大家，做旅游类的一个视频的话，它的一个广告费比较高。那今天用这个方法找到素材的话，还可以结合我们的其他视频一起混剪成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旅游视频，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那我们今天要用的网站的名字叫做谷歌地球工作室。那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我们点击右上角试用，填入你的一个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进来就可以了。登录以后的话，它会给你一个链接，我们可以跳转到这个页面。我们这里制作视频的方式的话有几种，我们可以从一个空白的一个项目开始创建，我们还可以点击这个倒三角，开一些模板来进行一个创建。我们点击这个快速开始，有英文不好的朋友的话，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第一个的话就是 Room To， 就是一个缩放字，大概效果就这样。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轨道，有点这种旋转的这种感觉。这里还有点对点，它可以从一个地方直接跳转到另外一个地方，感觉是非常的酷炫这种视频效果。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螺旋，你看旋转到达这个地方，这里我们点击这个，那效果的话一共有7种，这里还有这种轨道，还有这个飞向和轨道。好，到了这里以后旋转一下，看到这个塔还是可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螺旋。我们今天的话就用这种飞向和轨道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一个开始。这里的话搜索你想要找的一个地方，当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地球拉大。我们可以在鼠标中间这个滚动键，你可以滚动一下，它可以放大放小，可以拖动拖小。我们可以到达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这里还可以放大，还可以放大。它下面的话会显示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名。当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搜索一个地名。因为我们这要做的是一个旅游类的一个频道，我们需要借用它里面的一些素材。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GPT 哪些旅游景点的话比较火。那问一下 GPT 谷歌地球上比较漂亮而且比较清晰的地方，我们来问一下。它给了一个地方，马尔代夫、大堡礁，还有这个地方也可以，大堡礁，然后还有亚马逊雨林，还有喜马拉雅山脉，还有沙漠。我问他他只找了一些山，还有一些森林。我问他还有哪些城市，他给了我一个威尼斯，还有东京，还有巴黎，还有开罗。然后我们今天就以这个威尼斯为例，那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来搜索一下威尼斯。我们再打开谷歌地球，我们这里搜索一下，你这里直接搜中文也没有问题。威尼斯的话已经出现了，点击一下它，它会自动跳转到威尼斯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威尼斯水城。我们把它放近，再放近，放得很近的话，它依然看得非常的清晰。谷歌地球它拍摄出来的一个视频的话，它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像威尼斯水城这个地方这么清晰。有些不知名的一些地方，它可能就看得不是很清晰。这上面选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这里大概选择一个地方，比如我们选择刚刚靠近水边的有船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再来搜索一个，比如说叫埃菲尔铁塔。我们来搜索埃菲尔铁塔来试一下，点击一下在巴黎。我们看一下这个铁塔的话，看得清不清楚？这个铁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清楚，也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下一步。这里的话，它给我们会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效果，呈现出来的一个视频效果。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暂停一下，我们拉到最前面一点。在下面的话，我们可以调整一些参数，比如说它的一个结束时候的一个高度，可以调整一下。你看，你想在什么距离看到这个铁塔的一个高度？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来点一下它，你可以推进推远都可以，可能100米200米，大概离这个铁塔多少米拍出来的一个效果。这里的话有个目标高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可以这样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个位置，这里如果太近看不清，那我们可以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因为这个铁塔有点高。好，这个地方我们再调整一下，这里目标高度。好，可以来大概看一下效果。我们拉到最前面，好，镜头已经推进到了埃菲尔铁塔这个地方，绕着它360度旋转一下，那感觉效果还可以。你看，也可以拉到这边，它可以360度旋转。如果说你觉得它这个地方有点看不清，
我们可以再把它，你还可以再推近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的话，你再推远一点也可以，大概这个位置，不然的话它看不清。这里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显示，等一下吧，我们后面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调整。这里还有角度，你可以旋转一下，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铁塔都没有问题。这里目标高度我们可以再调一下。这里全部弄好以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下一步。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时间，这个视频的时间我们可以设成比如30秒40秒、50秒都可以这里设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勾，打一下勾，这个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视频剪辑的一个页面。那这个剪辑页面的话，跟我们剪映跟其他有一些视频剪辑软件有点相似。那我们可以来播放看一下效果。好，左边的话是它的一个镜头的一个拍摄的一个角度，那右边的话它会显示实时的一个效果。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调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显示一个视图，比如说你只显示相机的一个视角当然的话你也可以显示两个视角。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来一个这边动的话，它这边的话它也会跟着动。我们可以离它稍微远一点，或者说离它稍微近一点，或者说我们放到它的顶部都没有问题。你这里都可以进行一个调整。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插入一些关键帧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增加一个关键帧。关键帧你想要让它怎么样？关键帧的位置你想让它怎么变？我们这边的话都可以调整。我们可以点击来看一下，旋转到这个关键帧大概就是这样子。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插入关键帧，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关键帧删掉，选中它，按键盘上的删除键可以把它删掉。那我们再返回它的一个首页，我们来换一个再来给大家感觉一下。然后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首页，点击这个试用。这次的话我们来找一个威尼斯，还是这里新建一个项目，我们选择这个快速的开始，还是我们用刚才这个 Fly to and 旋转，我们点击这个开始。我们这里直接搜索一个威尼斯。好，大概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先大概定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要到那个中间这里看到有船的这个位置，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下一步。好，它会你看马上就到了我们这个威尼斯这个地方，还会旋转一下非常的漂亮。我们暂停，这里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观看的一个角度，你可以从天上看，或者说平移，这样的话就是平着看。这个位置我觉得差不多。这里我们再调一下这个距离，我们可以让它近一点，或者说稍微远那么一点都可以。这里也可以。好，大概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调整一下高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天，看这里我们可以再近那么一点点，把这个高度，把这边的话稍微，这个我们30米太近了。好，这个距离差不多60米，80米也可以。好，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下一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好，镜头到达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房子，还看到这个船，非常非常的漂亮。好，我们这里选好的话，你可以设定时间，比如说我也设30秒，点击 OK。下一步，同样的话来到这个编辑的一个页面，编辑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文件这个按钮，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尺寸是1920乘一个1080没有问题。或者说你可以设置成一个4K 的都没有问题，直接这里改。这里帧率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30帧或者选60帧都没有问题。30帧的话，一般的话就够用了。如果你想让它看起来过渡的更自然的话，那你可以选择一个60帧。选好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完成就可以了。左边一样，我们这里可以点这个减号加号，大概旋转你要看到它的一个角度这里都没有问题。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角度不同的一种显示方式都可以一般的话用的比较多的话还是这个拓扑这样看起来的话，从顶部看起来的话，个人感觉的话更舒服一些。把这个沉浸式翻译同样打开。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属性，我们来试一下。增加属性里面的话，它有一个视野，那我们把这个勾上，我觉得用的比较多。还有比如说一天中的一个时间。也可以显示它这个地方是中午或者说晚上的一个效果都可以。显示和云我们也需要。还有的就是一个3D 建筑，那我们也需要这个。选好以后，它点击这个完成。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效果。好，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的话，你可以全屏来观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我们来看一下，哇，现在看起来的话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晰了，是不是朋友们？我们拉到最前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好，镜头推进，到达我们威尼斯水彩这样的一个地方。好啊，非常漂亮，还360度旋转一下。这个时候你做旅游视频的话，你就可以用你的声音来进行一个解说。你可以先把你的一个脚本写好，我们再来具体来解说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怎么说。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啊，退出一下全屏。那接下来的话，有风来教大家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往下面拉。我先把这个沉浸式翻译的话给打开。这个视野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比如说我们插入一个关键帧，好，这个视野不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点一下这个关键帧，插一下这个视野的话，你看，我们往左边拉，它就会放大；往右边拉的话，它就会放小。视野的话就看得非常非常的广，是不是？好，这里设置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最开始的视野是20，最后的话变成40。最开始的话比较近了，慢慢的话，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远，那我们看到的视野的话就越来越广，看是不是？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们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这里再插入一个关键帧，这次的话我让它的视野非常近，我要看清楚这个房子。这里的话改成一个，我们可以改成一个10。好，这里房子你看我们是不是看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来试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好，比如说这里很远。我们镜头的话，它会慢慢的推进到我们房子这个位置。你看，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如果你想让整个视频的话过渡自然一点的也可以。那我们在上面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先点一下这个关键帧，你点击右键，这里有一个缓入啊，这里的话，这个帧的话，你又可以让它缓出啊，这样的话看起来我们视频的话，它进来的时候的话，感觉的话过渡的话就比较自然。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它是缓慢的进行一个过渡，那看起来就会舒服很多。现在镜头已经拉远，我下一个关键帧是让这个镜头，你看，慢慢的靠近这个房子，非常的漂亮。啊，接下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其他的一些功能。啊，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白天到晚上的一个演变。那往下面拉，这里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环境。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关键帧，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成早上的6点钟还看得到。我们设成一个5点钟吧，5点钟看不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来插个关键帧，让它变成中午12点。好，是不是天就已经亮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从白天凌晨然后到中午的一个演变。你看天气慢慢的，整个天的话就亮了啊。非常的是中午的话，太阳比较大，你看会明显感觉这个光线比较强。这就是一个光的一个设置。当然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平移的一个角度。我们来试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点一下它，这是个关键的话，到了下一个关键帧的时候，这里的话你可以来设置一下它是怎么动的，比如设成100，来感觉一下。刚开始是我看一下是11，后面的话。变成了一个30，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角度。OK， 好，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这些数字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设计。这个时候你觉得可以了的话，那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一个渲染导出。我们点一下它，我们看一下大概效果，这里可以预览一下。先是凌晨的一个6，然后慢慢的转到中午12点，然后慢慢的已经亮开。它现在中午太阳比较大。然后再拉近镜头，然后再旋转一下整个的话看起来非常的爽这是30帧的效果。如果你设置60帧的话，可能效果的话它还会更好一些。这上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这个文件的一个名字这里的话，你导出成一个 MP4 的一个格式，在上面选 MP4 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这些的话全部让它默认就可以了。质量的话，这里就选高它导出来的效果的话，视频质量就比较高这里点击一个提交就可以了。那你点了提交以后的话，它这个视频可能处理需要10到20分钟。当它处理好以后的话，它等一下的话会给你的邮箱里面发个邮件。好，这里然后他们已经渲染好，你看这里它已经邮件给我发过来了这时候你在你的 Gmail 邮箱里面直接点击这个 download 就可以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我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另外的一些功能。我们点击这个快速开始，那我们选择第一个来给大家
我们这个一个点呢到另外一个点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选择它，然后点击一个开始。那这里的话，我们首先输入我们比如说第一个点巴黎，这就是巴黎。巴黎的话，其实拍出来的话也是非常的清晰，效果还是可以。然后这里点击继续，后的话再到另外一个点巴黎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来试一下。巴黎的话，第二个地方我们再到开罗去看一下，点击开，也要到开罗的哪个地方，我们把它放进到开罗这里。好，然后再点击下一步。这上面的话它有效果，你看这里一个点，然后跳转到另外一个点，你看，然后放大放近，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效果。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从一点然后跳转到另外一个点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再点一下快速开始，直接来一个盘旋的这个效果，点一下它，然后点击一个开始。来，我们来到这个，接下来我们来搜索一下新西兰的一个皇后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镇的话应该是比较漂亮的。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个水边，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下一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它这里已经开始在旋转了，2000米太远了，我们这里可以调近一点，调成一个近一点，好，100米。然后这个开始的一个角度，你可以设定一下它开始的一个角度，比如说开始是这个角度，然后结束是多少米，这里都可以选，然后直接点击下一步，然后再点击这个勾。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好，慢慢的再拉近，然后我们到达了这个镇，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新西兰的皇后镇，这名字还不错。刚才有朋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旅游的一个视频。那如果你单靠这样一个视频的话，可能有时候的素材比较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一个 AI 视频的话，来让我们整个视频的话看起来，素材内容看起来让我们整个视频的话看起来更丰富一些。我们用的这工具叫做 Flickr AI，Flickr AI 的话，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文本的话自动生成视频。第一次进来，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一下，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新的文件，然后这里比如说我这个视频名字叫做威尼斯，然后这里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语言这里设置一个比例如果你要做油管的话，比例的话选16:9就可以了。这里怎么开始？你可以给它一个提示语，就像我们 GPT 一样，然后它会根据我们的提示语帮我们生成脚本、生成语音，然后找到对应的一个视频。这个非常方便。或者是你有脚本的话，你直接选这个，你把脚本粘贴进去，它会根据你的脚本的话自动帮你匹配视频。那今天的话，因为有朋没有准备脚本，我就直接给他一个想法，给他一个提示语来帮我们生成一下。我们点击这个 idea， 点击一个提，然后我给他一个提示语的就是一个威尼斯旅游。我们来试一下，因为 Flickr 的话它是只认识一个英文，你需要把你的一个中文的话先翻译成一个文，然后再把这里粘贴进来。然后这里的话选择一个口吻，你这个视频是做什么的？比如说我们做旅游的就选最后一个，或者说你想做 Top 10的话，你就可以选这个 Top List， 或者做教程的呀，或者是做一些自然神秘的呀、励志的呀、历史的呀，这上面你可以根据选，或者说财务相关的，因为我们这个做旅游的，我们就选择这个 Travel 旅游。它会根据你上面选的类型不一样的话，它可能匹配出来的素材的话，还有它写脚本的一个方向的话，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选择有，然后这里选择一个视频素材是视频，或者说是一个图片，我们选择视频，或者你可以用 AI 的话直接帮你生成也可以。但是这个功能的话，你需要它的一个付费版才可以。下面可以选择模板，选择一些音效等等，但是下面最后3个的话都需要一个会员才可以用。那我们点击这个提交这时候的 Flickr AI 的话，它就在根据我们给它一个提示语来帮我们生成脚本、生成声音生成背景，然后再匹配相关的一个视频素材。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的话还可以设置一个大概时间，我选的是1分钟，最少30秒，最长的话15分钟。但是如果你是试用版本的话，最多只能生成5分钟，而且它上面有水印。大家可以先试用一下觉得好的话再考虑要不要付费。这里的话它已经帮我们把视频生成好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播放一下。由于它这个背景音乐的话，可能在油管上面有版权的一个风险，我建议大家的话不要用它里面这个音乐。我们点击这个叉，先把这个背景音乐给关掉。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刚刚帮我们生成的一个大概效果。当然的话，这个只是一个预览。Embark on a journey to Venice, where history whispers in the labyrinth of 效果的话还是可以。这里还有，这就是威尼斯一个实景的一个照片。比如说这个场景，那你不喜欢，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有
蜜蜂这个场景，那你不喜欢，那你可以直接把它换掉，换成我们刚才用谷歌地球制作好的这个视频，那也没有问题。那我们直接，因为我们刚才视频下来了，我们可以直接，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的话传到 Flickr 里面。那怎么传呢？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它更改素材。那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其他你觉得你想要的一个素材。第一个的话是它内置的一个素材库，素材库的话，它里面其实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素材啊。如果你在这里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搜索就可以了啊。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素材。这种带有锁的这种的话，就需要它的一个会员版本才可以用。那免费版本的话，只能用这些没有锁的这种才可以。我们想换成这个视频，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视频给换掉。这个视频，那如果说你也想换，我们也可以换。同样点一下它，那我们可以，它这里可以直接用 AI 帮你生成视频的，可以 AI 生成照片或者 AI 生成一个视频的片段，直接你在这里给它一段提示语，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个视频。那第一个的话，它就可以帮你生成照片。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它这一个视频的一个风格你喜欢什么风格，这里点一下就可以了。或者说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My Library， 就是我的素材库，点击这个文件把我们刚才从谷歌上面的一个视频的话直接传进来也可以，但它最大的上传是最大的一个尺寸的话是32兆。那你可以先在剪映里面把视频切成几个小片段传进来，或者说你现在把这个视频导出来以后，你等一下再去剪映里面进行一个剪辑也可以。那上面这个字幕，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字幕，你点一下它，因为到时候如果你还用剪映进行一个剪辑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字幕给去掉。点一下这个，然后点一下去掉，右边的话这里这里再点击一下应用到所有的一个场景现在的应用以后的话，它所有的场景的话都不会有字幕了。来看下一个，你看现在的话它就不会有字幕了。然后这个声音我们来听一下。Offering a magical ambience that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romance.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声音，那也没有关系，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声音，这个地方 voice。点击一下这个声音，那里面的话它内置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声音，你都可以来听一下里面内置了非常多的声音，你可以点一下听一下。 Flickr helps you create audio and video content. Flickr helps you create audio.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声音，我们点一下它， Flickr helps. 然后这里点击一个选择，或者说这个把勾上应用到所有的一个视频，那就可以点击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频的话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声音，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来听一下。The charm of ancient stories fills the air. Begin at the heart of Venice, St. Mark's Square, and each bridge and palazzo tells a unique story. Savor the flavors of Venetian cuisine.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配音的话已经变了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直接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如果你是一个免费版本的话，只能下载一个720的一个像素；如果你付费版的话，就可以下载一个1080的一个像素。点击这个导出就可以了。的话，你点了导出以后，那它可能渲染需要一点时间。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把你这个页面关了。当它渲染以后的话，它会给你一个邮箱里面发邮件告诉你已经渲染好了，到时候你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它渲染好了会提醒我们，直接我们点击这个3个点，这里就有 download 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打开剪映。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打开剪映，然后在剪映里面把我们刚才用谷歌地球生成的视频，或我们刚才用 Flickr 用 AI 生成的视频的话，那稍微来组合一下，剪辑一下，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先导入我们刚才的一些素材，我们导入我们刚才的一个素材，然后直接把它拖到我们的轨道上面来。前面一段的话，我们可以第一段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谷歌地球这一段的话，先拖到它上面来。然后这里的话，中间的话，我们中间可以把它分隔一下，因为上面我们谷歌地球是没有声音的。我们来看一下效果。Ever dreamed of floating through the historic canals of Venice, under the kiss of the Italian sun? Start your adventure at the heart of Venice, St. Mark's Square, surrounded by architectural marvels and the echoes of history. Drift under the Bridge of Sighs, where history whispers tales of love and longing across the serene waters. Relish in the vibrant colors of Burano, where every building is a masterpiece, painting a canvas of dreams. Vibes blend with modern delights. As the sun sets, witness Venice transform under a golden sky.
我是有风啊，希望今天的分享的话对你有所启发，对你有所帮助。那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